风景名胜，当然武陵农场一定榜上有名，因为武陵农场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景观，所以呢，365天来，天天都有绝美景致可以享受。除了非常著名的春花、夏果、秋风，还有冬雪之外，当然武陵的生态还有自然资源也相当的丰富。最重要的是，武陵农场有一种恍若隐士的生活步调。你来到这里啊，好像所有世俗的事情，通通都可以抛诸脑后了。这一次呢，我们放慢步调，在武陵农场特别规划了3天2夜的行程，要带大家在武陵农场享受每一个细节、每一分角落。所以跟着我们的脚步，一起在武陵慢慢游、轻松游、自在游，同时呢，也要在这里私房游。生态丰富的武陵农场有好多植物小秘密。老师近看真的比我的脸还要大了，这绣球花。但是你看看哪个是花？这不整个就是花吗？哦，不是的，它有那个4片叶子一样的东西，中间有一个小小的花环。大师题字藏在步道里，行家才知道。这边呢有一个石头，石头上面醒狮园，对，旁边署名，蜀郡张大千，是那一位张大千吗？蒋公行馆内部曝光，卧室摆设猜一猜。你要不要猜猜看，哪一间是夫人，哪一间是蒋公住的？哦，所以2间卧室他们是分开睡的。对。为什么要分开睡？全台风露营，武陵露营方式多，新手也能轻松加入。哇，这床垫比我家的床垫还软呢，这样会不会太舒服？虽然它这边只有铺2个床垫，但它其实相当宽敞，可以睡到4个人没有问题。哇，走在武陵农场里面啊，随便任何一幅景色都让人觉得好像明信片一样。尤其是我旁边这个北谷园区的高山植物园，你这样子眺望出去啊，层层的山峦，整个山谷，然后再搭配上薄雾云层，好像一幅山水画。不过啊，其实，在这样子的植物园区当中，我们如果只是随便散步看一看风景而已，那就太可惜了，因为里面有好多的植物有待我们的认识跟亲近。这时候你就要有专家来带你一起认识喽。老师，沈老师好。你们好。老师，你们在武陵农场里面每天面对这幅景色，感觉人都会跟着青春，然后都会跟着大气起来耶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们这一片高山植物园区在民国93年以前是种满了高丽菜。那为了免得污染这个七家湾溪，所以93年以后呢，整个高丽菜就废耕了。哦，就改成现在这个样子，就种一些原生种的一些植物。老师，可是，在进入高山植物园区之前，我刚刚看到前面有一个石碑，上面写了平安祈福钟，跟我们这一区也有关联吗？有关系，因为早期我们农民在这里生活作息都是以终身为准。后来我们虽然终身没有了，但是我们在50周年这个农场庆典的时候，那我们厂长呢，为了缅怀过去我们农民在这里辛苦的工作所以造了这一口钟。这口经过法鼓山方丈加持启用的平安钟，不只见证了过去的日常作息，也代表无限的祝福。撞钟1声象征平安，撞钟2声象征福喜，撞钟3声象征圆满。而且从平安钟凉亭还可以远眺整片花海区，浓郁的色调美得让人心花都跟着开了。而继续往植物园区的步道行走，更是一整片绿意相随。哇，这一片呢非常美丽的小森林区，现在它的绿色深浅交错，很有层次感。其实它变颜色之后呢，会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种植物，对不对？对。是什么？它是醋树科的清风。醋树科的清风，我有一个问题，醋跟风到底要怎么分啊？这样子，我们先从叶子来分。醋树科的清风是对生，它的叶子。蜂香呢是互生，
就是交错一个一个排列排列这样子的。还有醋树科的种子是翅果，翅膀的翅，所以双双对对，两对，每一片呢像一把镰刀。那枫香呢，它的果是球果，圆圆的。所以不管在什么时期，它长叶子的时期也好，生果的时期也好，你都可以来判断它到底是醋科还是枫香。这一片清风园气氛格外宜人，阳光从叶间微微洒落，很有岁月静好的感觉。赏枫亭外也恰好有一片池塘，让这幅田园画更有层次。当然，高山植物园不是只有林木，也有盛开的花卉。老师，这个我认得，是什么？绣球花，因为大大的一团，整个像那个新娘捧花一样那么大一颗。对呀，这个如果真的掉下来的话，砸到应该会痛，觉得哎呦怎么这么重这样子。对，这个花呢，它的花语就是讲你不要多话，那就是说，假如说男朋友、女朋友互相赠送绣球花的话，会翻脸的。就是想说你太聒噪了，对，送你一个绣球花。对，所以男女朋友是不送绣球花的，嘴巴闭起来这样子。对。老师近看真的觉得它特大，比我的脸还要大了。这个绣球花，但是你看看哪个是花？这不整个就是花吗？不是的，它有那个4片叶子一样的东西，中间有一颗小小的火花，因为它花太小，它没有办法传种，不能招蜂引蝶，所以它发展成这个机制，就是它的花萼很发达，那虫啊、蜜蜂啊，它以为这个是花，然后到这里面来吸蜜，然后把花粉带走。所以你说现在呢，不是只有人类之间有所谓的这个化妆打扮这一招，在花界呢也有这种要穿的比较把自己打扮的比较花枝招展一些，这就是花界的 Lady Gaga 了，好不好？整个就是很夸张。很多花是这个。对，然后花只有里面小小一点点而已。原来你是这样子的。即便是常见的绣球花，也有我们完全不了解的小知识。这就是武陵农场寓教于乐的好处，而且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花卉，随性散步，随时都可能有美丽的发现。北谷园区逛累了，还可以到森林咖啡吧里面休息，享受清爽畅快的森林浴。我们被整个森林包围住了耶，好清新的感觉哦。老师，整个环抱住我们的这些树种是什么树种？这些这都是柳杉，杨柳的柳，杉木的杉。它们长得非常非常的高。对，它原生的地方是中国大陆跟日本，所以在日本又叫做日本杉。那种在这边为什么那么多呢？因为当日本人来到台湾的时候，统治台湾的时候，他把我们森林里面的红桧、扁柏都拿走了。然后呢，他要重新造林，为了水土。为什么种这个？因为它长得快，可以很快达到水土保持的功能。那你要种红桧、扁柏，长到这样就要上千年。那这个呢，50-60年就长出来。那它有什么样的应用吗？柳杉？早期是做电线杆，很适合。后来电线杆都被地下化，那它的功能就减少了。我们在这个柳杉的包围之下，享受一些餐点，然后喝杯咖啡，喝个热汤，真的很幸福。而且我特别要推荐大家喝一杯咖啡，配一份葱油饼，因为它葱油饼都是现煎出来的，好香哦！感觉中西合璧有点跳痛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这样子呢才能够感受我们武陵农场的用心。老师，那我们开动喽！请啦！咖啡、点心、热汤、香茶，虽然是简单常见的轻食，但是有了芬多精这项佐料，食物的滋味绝对也会变得更香浓、更纯粹。在武
林农场里面呢，其实它的住宿有很多个区域，不过我觉得不管住在哪一个区域，都是一种莫大的享受。因为呢，其实它每一个区域都被自然景观包围着，腹地都非常的广大，所以就有一种好像是你有自己的私人别墅、度假小屋那种感觉。你看今天我们挑选的山水馆啊，它其实就被高耸的植物包围着，好像来到了一座森林秘境里面的小屋。而这个小屋呢，今天完完全全都是属于你的哦。房间整体都是非常舒服的感觉，山水馆名副其实。走进房间，你就会有一种山水挥洒、自然质朴的气息跟风味。主要呢，是因为其实整个房间里面用了很多这种原木的家具，而且他们用的是柚木哦，也是园方特别定制的。这些家具可不是随随便便挑选，像它定制的风格呢，也是采取很闽式传统的仪式，所以呢，你会觉得好有传统古朴的气息。另外啊，墙上还挂有书法字画，是不是觉得整个好像气质都跟着 up 提升了起来？另外啊，在它的床铺上面还发现有一个小小的机关在这里。因为其实武林农场这边海拔有点高，所以啊，它日夜温差比较大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冷，所以他们特别有这边准备这个电毯，让你晚上可以有一个好眠。是不是很多的细节都有帮你照顾到了呢？山水馆中的每个房间都很符合山水的气质，不走华丽风，但却让人觉得朴实、放松而优雅。而且不同的房间还以不同的武林特产来命名，也让人觉得和自然很贴近。我觉得我好喜欢山水馆中间这一块的中庭空间，因为啊，它刚好就被所有的房间包住了，然后就有一种大家可以来这里一起共同休憩的氛围。而且啊，这一块空间的设计，因为它可以沐浴在阳光之下，也可以享受微风。旁边呢就是溪水声，所以坐在这里的时候都听着那很稳定、匆匆的溪水声音，觉得好浪漫、好诗情画意哦。同时呢，上面有很多的松针，还有很多的树，所以有松针叶子跟落叶啊，有时候微微的飘下，你就会觉得仿佛仙境，也仿佛回到古时候大家弹琴作诗写书法的那种感觉，整个都让人觉得很轻松、很写意。